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来讲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是中印边境冲突，大陆这边的媒体好玩得很，说印度军队学习中共的地道战，笑死我了。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蛋壳公寓爆雷的事情有了最新的进展。有网友这个网友就是蛋壳公寓爆雷的直接受害者，他给面具人我爆了最新的猛料给面具人了很多一手的有关蛋壳公寓的内部视频。我看了这些视频以后我就觉得现在的人丧心病狂了。那这个视频我在节目的后半段会放给大家的。好了，咱们先来讲一讲这个地道战的事情吧。根据印度斯坦时报网站11月22日的报道，印度军队已经深入研究了中国的作战手册，部署了地道防御工事来阻止越界行为。这个印度时报是不是真的报道了印度军队学习地道战的这个事儿面具人我不知道。不过呢，一会儿我会给你们带来有关地道战的科学分析的，并且呢会讲到历史上真正的地道战的。据报道称呢，中国曾在抗日战争中成功的使用地道来对付日军，越共也曾经在游击战中使用相同的战术来对付美国人，在上世纪的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也出现过同样的战术。根据印度军队高级指挥官员的说法，印军在地道中设置了大直径的钢筋混凝土管道，以保护部队免遭袭击。这些钢筋混凝土管道的直径在6到8英尺也就是 1.8 米到 2.4 米之间，能够让足够的部队很便捷的在不同的地点之间进行转移，而不会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这些地道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供暖，保护部队免受低温和暴风雪的影响。近期呢，随着寒冷的冬日的到来，印度媒体频繁炒作印军在中印边境的各种特殊设施。今日印度网站曾在11月18日报道称，为了保证部署在拉达克地区的士兵在冬季的作战效率，印军呢已为该地区的所有部队完成了居住设施的建设，包括建造快速拼装式的庇护所。据介绍，11月过后呢，拉达克地区降雪量最高可达12米，而受寒风因素影响，气温也将降至零下30到40摄氏度。那这个真的很冷零下30-40度呢。11月8日，中国国防部宣布了中印第8轮军长级别的会谈的相关情况，双方重申确保一线部队保持克制，以避免引发更大范围的冲突。中国国防部发布的中英文消息称，双方继续就推动中印边境西段时空线地区脱离接触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要为这种脱离接触而交换意见。双方呢一致同意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确保双方的一线部队保持克制，避免误解误判。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保持沟通，在此次会谈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其他问题的解决，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双方同意近期举行下一轮会谈。反正中印边境冲突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你们看看这个中印边境冲突的发展是不是并没有像那些民主大师说的印度要灭共了，印度联合台湾灭共了，中印边境冲突是世界第3次大战的导火索，并没有吧，对不对？你们看这次习近平李克强搞什么 RCEP 的大会，莫迪不是还去了莫迪还和李克强手牵手呢，对不对那莫迪并没有说要跟中共斗个你死我活嘛，是吧也并没有像他们这些民主大师说的中共和这个印度马上要打起来了，开炮了，开火了，对不对？面具人我给你们说这种小规模的类似边境冲突的这些事情都是统治者制造出来的大新闻，他们是为了转移自己国内的压力，或者是为了煽动民粹，他们这么做都是有一定的目的的。真正可怜的是那些炮灰，懂了没？现在全世界都因为疫情头疼的要死，谁不想活了，想亡国呢国内因为疫情搞得这个全体经济受挫，
老百姓的健康出现问题，国内不稳定，谁会在这种情况下真的跟你火力全开打仗拼个你死我活呢？想亡国了吗？对不对？你们动点脑子想一想嘛，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中印冲突的新闻的主题是什么啊？地道战啊。虽然呢，一些中国人知晓中共并没有打什么大仗，但又有多少人知道地道战、地雷战的真相呢？因为在后来中共的宣传中啊，地道战、地雷战被赋予了很多传奇和浪漫的色彩。中共军队利用地道战、地雷战800给日军无数次的重创，团灭日军，甚至还有抗日奇侠用石头打飞机的，对吧？1940年后呢，冀中平原的老百姓为了躲避日军，就在村子中开始挖地道，有些地方呢，甚至达到了村村相连。中共八路军和游击队，他们就利用这个地道作为打击日军的方式。那这个效果如何呢？大陆作家丁小山在《鬼子进村》的一书中啊，描述了另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道战的世界。在这样的地道战中呢，日军毫发无损，而中国老百姓或者士兵啊，则被毒气熏死在地道中，或者被日军擒获并杀害。这样的惨剧呢，是在1942年发生在河北定县县城东南约60里的北团村。等一下啊，我要流淌一下。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地道战。据当年任定县县委书记赵铁夫的回忆，他们早在5月27日日军要扫荡北团村前就得到了消息，并决定由南县大队的1队配给少量民兵开展地道战，狙击日军。同时呢，派县大队的第2中队在外围支援。在日军进村的头1个晚上，300多名中共八路军和民兵开始修建工事、备担架、设障碍物、埋伏地雷等等。听说要打日军，北团村的村民老百姓都很兴奋，看到中共干部信心满满的样子，又仗着有地道战作为后盾，大家都没有离开村子，甚至邻近的村子村民因为害怕日军，也冲着北团村的地道跑来了。5月27日凌晨，数百日军朝着北团村的方向前进。很快呢，日军和中共外围部队就交上了火。经过激战，日军最终占了上风。中共的军人呢，只能进入地道准备打地道战。北团村表面被日军占领，等游击队员进入地道，才发现根本无法进行战斗，因为约5尺高、3尺宽的地道里面挤满了人、牲畜，堆满了各种物品。而日军也很快发现了几个地道口，随后呢，就将毒气筒扔了进来。蔓延的毒气又从别的地道口出气孔冒了出来，于是呢，又有更多的洞口被日军发现。被烟熏的眼泪、鼻涕直流的人们开始东走西撞，争相往洞口挤。咒骂声、呻吟声、呼喊声搅成一团。这地道里面被毒气充满了以后，可怎么办呢？当然是找出口逃出来呀，对不对？可是人家日军就是守株待兔，把守在洞口，谁冒头就干死谁，对不对？出来一个干死一个。其实呀，我们按照常识来想，你作战时候啊，挖地道肯定是不牢靠的，不可能是那种有高抗击能力的。再说了，你挖地道多费劲啊，你有这功夫还不如玩声东击西的战术，对不对？还有就是你地道好不容易挖好了，然后呢，就像人家日本人是怎么解决的，就等你们进地道，然后呢，只用往洞洞里面扔烟雾弹、毒气弹就可以把人熏出来，然后呢，他们只用把守在洞口等就对了，出来一个干掉一个，是不是啊？守株待兔嘛。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种地道啊，它容易塌方呀。你把它密密麻麻的把地挖空了，你也没有搭建钢筋骨架啊，你光靠土很容易塌方的。随便一个手榴弹什么的一炸就是一个大坑，或者说就是下雨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导致整个地道塌陷的。所以呢，地道战能不能玩得成，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
用科学道理就能想得明白。但是在这里啊，面具人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啊，中共统治的厉害之处就在于把老百姓都变成反智的、没有常识的白痴。这一点呢，从目前来看呢，大陆人、香港人、台湾人差距不大，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的立场不同，他们供奉的主子不同。大家都会相信一些情绪化的吹牛逼的话，比如拜登的儿子今天和神奇女侠睡了，明天和安吉丽娜·朱莉睡了，后天又和刘亦菲睡了，这种完全弱智的玩意儿啊，港台人、大陆人深信不疑。再比如，美国现在已经被中共控制了，然后呢，这些港台陆的人啊，就已经成为了中共破坏美国的工具。他们现在啊，历史也不流淌了，共也不反了，民主自由平等也不讲了，先他妈的灭了美国的民主党再说啊！因为这世界背后有影子政府，一切的万事万物都在冥冥之中，有不可云的世界都给你有定数了，世界背后有隐藏的颠覆真相。在18世纪啊，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用愚民政策这一术语来描述那些启蒙运动的反对者保守派以及反对者们对知识自由传播的定义，用愚民政策来驳斥那些保守主义的人，那些当权派。哲学的怀疑论学者弗里德里希·尼采他说过，愚民政策黑暗艺术的重要因素并不是模糊人们对个体的理解，而是要诋毁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使我们对于存在的理解变得模糊。看人家说了，要诋毁我们所看到的真实世界，使我们对于存在的理解变得模糊啊！那这恰恰就是阴谋论可信之处，它让你们相信，哎呀，现在的科学都是假的，都是统治者为了统治你们给你们学的低级玩意儿，真正高级的知识你们是不会学到的。那这种话啊，在面具人我的眼里面看啊，完全就是屁话。很简单，我有脑子，我可以不停的突破，我可以不停的研究，我可以不停的学习，我想学什么，我怎么去获取知识，我怎么去发明，并不是别人说的算的，是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的。而你愿意相信别人给你灌屎，别人给你描述的世界，或者你相信这些阴谋论说别人给你绘制的世界都是假的，那你本身就是奴才思维，懂了没？这个世界广袤无垠，是靠你自己探索的，还是靠别人给你说的呢？对不对？啊，我只知道我人生病了，我不吃药能行吗？行，有些人免疫力强能扛过去，那免疫力这玩意儿不也是科学发现的吗？对不对？你们仔细看看啊，这些所有的阴谋论啊，反科学的极端强调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啊，神选之人，神之子啊，命理呀、神学呀、魔鬼呀这些的，你们仔细看啊，这些东西它不会让你变好的啊。你越是极端的沉迷啊，你把这个东西啊，你当兴趣还好，没问题。但是呢，当你极端的沉迷进去啊，观众朋友们，你们自己想想正常逻辑啊，沉迷这种东西啊，什么阴谋啊、阴暗面呀、玄幻呀、这个神呀、鬼呀啊，包括这个世界毁灭呀、影子政府呀，明天活不成了，你整天沉迷于这些东西，会不会让你变好？你自己仔细想想，并且呢，咱们再看一下啊，他们提倡这些阴谋论的人啊，提倡这些愚民政策的人啊，这些民主大师啊，他们自己螃蟹吃着，龙虾吃着，自己保健品吃着，豪车住着，大房子买着，韭菜割着，钱赚着，化妆品买着，房子买着，车买着，那他们牛逼了，那谁当傻逼呢？肯定是信他们的你们当傻逼呀，对不对？哦，这些民主大师要求你们清心寡欲，顺应天命，天人合一啊，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结果他妈的这些人想尽一切办法编织谎言来骗你们的钱，来大鱼大肉，对吧？我去年就已经说过港台人的钱很好骗，怎么骗？把他情绪照顾好了，说他喜欢听的，他就给你打赏。你只要说你反共，你只要说你懂民主你在香港，你在台湾，你就能赚到钱，不需要你会什么理发呀、厨师呀、炒锅呀、搞清洁呀，不用劳动，光靠2张逼嘴就能骗得台湾人、香港人给你捐钱，对不对？
而且呢，还把这些人变成你的韭菜，把他们变为政治炮灰，把他们变成纯傻逼，越变越傻逼。其实呀，这些民主大师玩的这种愚民政策呀、阴谋论呀、反常识呀、反科学呀，它目的就是长期把你暴露在反常识、反智的环境当中，久而久之呢，你就会形成条件反射你反而没有正常的辨认能力和沟通能力谎言说10000遍就是真理吗？我跟你说轮子是方的我从你有认知的情况下当你对一个新世界不了解的话，我告诉你，这个新世界里面的轮子是方的咱们现在看的这个轮子是圆的，只是这些阴谋政府给你颠倒黑白了懂了没？他们这些阴谋论者他们这些愚民政策者他会给你描述世界，并且呢，他会尽可能的阻止你去探索世界，懂了没？他会阻止你的认知能力。当你没有正常的辨认能力和沟通能力、认知能力了以后，那你基本上你这个人生也就毁了所以面具人，我奉劝你们也不要认为这些所谓的民主大师就是好人。甚至有些观众给面具人我留言说，哎呀，这些民主大师说了一些谣言呀，或者是极端挺川呀都是因为可能他们太反共了，他们被仇恨蒙蔽了一时误入歧途那面具人我就告诉你们人活着千万不要把别人当傻子。做新闻的人他们天天都会搜索获取大量的新闻素材的，他们对整个世界的局势的新闻时事政治的发现把握能力绝对是强于你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上百倍的，懂了没？所以他们对新闻的判断、接触和对真相的接触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他们认知能力是没问题的他们认知能力正因为是没有问题，所以呢，你们才是观众，他才是来割你韭菜的人。如果你的认知能力比他强，那就是你去割他的韭菜了，懂了没？只是他们装的比较傻，比较善良，比较单纯，知道不？每个人都戴着一个面具呢你别看他们露个脸，实际上呢，脸皮底下有几层厚的面具，你还不知道呢，对不对他们在舞台上，在视频里面表现出来的什么角色，表演出来的什么精神状态什么腔调，什么人设只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服务的，只是你们心里面的投影，是你们想看到他们这样，懂了没？他们说什么话都是跟着利益走的，懂了没？但是他们不傻，他们比你们聪明他们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好了，这个事情先说到这儿咱们再来说这个蛋壳公寓的事情面具人昨天节目中讲到过蛋壳公寓的事情，这个蛋壳公寓暴雷就是习近平派系一边割韭菜呢，一边呢顺手发动人民战争的玩法，煽动人民斗人民，挑动人民群众斗人民群众顺便呢，你看他整治这个蚂蚁金服嘛，整治蛋壳公寓的公司嘛。至于这背后的资金链条庞大的内幕，你们看我昨天的节目就知道了咱们今天是更新实况的新闻更新这个蛋壳公寓今天最新的消息。今天有网友就是这个蛋壳的直接受害人，给面具人我很多的大量的现场视频，有一个长图做的非常精美因为这个图太长了，我发不到节目里面来，你们想要看的可以到我的Telegram 群里面去看，或者给我发邮件，我直接给你们发附件，因为这个文件太大了，我只能在节目里面截图给你们看一部分你们看看这些图，这些图看起来是不是很有潮流感？是不是很有那种网红跟风的感觉这个表情包子呀各种的短语呀，朗朗上口的，是不是很有现在很火的马保国网红鬼畜风，是不是？然后你们自己仔细看这些内容看到没？其实呀，在中共的统治哲学里面他就是要你们人民群众斗人民群众，他就是喜欢用这种口号式的短句煽动大家跟风，做标杆做标兵，用什么洗脑神曲大家嘿嘿嘿哈哈哈，是吧？大家一起来用抖音来洗脑争相的效仿呀，互相参照呀，互相模仿呀，这些都是统战维稳的手段。
并且呢，习近平通过抖音现在正在把这种跟风的思潮去用来统战这种比较强调个性、强调独立性的西方国家。现在美国的抖音已经有相当多的脑残跟中国人差不多了，天天就是嘿嘿嘿嘿嘿，哈哈哈哈哈，大家互相的模仿。那如果说大家都在互相的模仿合一化了以后，那这个民族基本上你统治1万个人跟统治1个人没啥区别并且你看这些图片做的那么精良你们仔细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嘛，真正维权的人都没钱了，都忙着吵架，忙着开锁呢，忙着要钱呢，谁还会有心思的坐在电脑跟前一点一点的抠图 P 图调色呢？并且呢，你看这些图片做的那么精良，而且指向性的都是说党是好的，有错的都是下面的人我给你们讲清楚这些来龙去脉都是哪儿的内幕关系，哪儿出现问题了，反正呢都是别人的错，党没有错，懂了没？但是你们看我昨天的节目也应该知道了这个事情就是这些顶尖的国际资本大佬，包括党内斗争搞出来的，对不对看到这儿你们就应该明白了吧？中国的维稳员无处不在，遍布世界各地。这些事情一旦出现了，比如说民间不稳定了呀，反共了呀，或者是国外大选了呀，当然会有人出来带节奏，洗脑煽动你们跟风的。目前来看呢，效果还不错，是不是？最起码咱们香港人、台湾人、大陆人都被煽动洗脑统战了，是吧？大家都在跟风，互相说着肮脏的恶心的流氓话，对吧？效果还不错。那面具人接下来就给你们看看这些网友就是这个被害人给我传过来的一些现场视频其中有一个视频真的是很令人愤怒把老百姓就当垃圾，这些业主和蛋壳公司的人反而沆瀣一气，研究怎么去坑这些租客，本来就是站在食物链底端的弱者。你们看这个视频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些视频看的确实让人感觉各种滋味涌上心头，会让人感觉世态炎凉咱们中国人每次面对危机的时候，华人中国人总是毫无逻辑的优先选择互斗互害想着先把自己周围的人干死了，自己呢就能安全了，而不想着是周围的人齐心协力开辟一条新的路，懂了没？这个蛋壳公寓就很典型的展现出来了，中国人从文革到现在文明一点都没有进步，包括香港的什么5大诉求，包括台湾的这次什么进口乱七八糟的事件，你完全都可以看出来华人为了利益可以不要脸，不要鸡巴不要道德，懂了没？那咱们看这个视频里面房东就先拿食物链最底层的租客开刀，而不会想着大家都是受害者。如果大家这些人统一团结起来的话去找共产党，那共产党早都死了几千回了，几万回了，知道不？你们香港人有自己的想法，台湾人有自己的想法，没错，但是呢你们不能强调这种斗争思维，大家自私自利，专门去坑害别人。好了，来看视频吧。好吧，第一，条件都一样。首先，如果过了时间呢，就是押金给你，你给我15工作日去腾房，腾房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帮你清理租客。如果你说你不给我，可以自己去清。跟大家说自己去清，就我现在公司还没有倒，我还可以帮你清理租客，好吧？你不要录，是解决问题。你录了，我跟大家很简单，好吧？我跟大家说，就首先给我15工作日，我帮你清理租客，押金给你，装修给你，好吧？如果你们感觉不满意的，然后欠费的欠费的，如果公司能有能力偿付，该给的我都给你，该写的我都写，放心吧，写的黑字白字写的很清楚，但是公司给不给你打，我不知道。但是记住，我们不耍赖，好吧？到目前遇到问题了，就现在已经不行了。但是我现在说实话，跟大家说的很简单，我没有工资，纯义务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好吧？这个
因为我10号发工资也没有，所以大家现在你不要就帮手机号给我就行了，你统计好，好吧？这统计到谁的了？但大家都一样，到期的我给你解，不到期的我暂时没有能力帮你解。就是说之前季改月的给你付的，比如说10月，只要是10月份付款的，基本上现在都过15公里，对吧？对。来了我都给你解掉。但是你不能说你10月份的来我给你解不掉，好吧？因为为什么？到我这里我违约了，我该赔你的赔你，对不对？但是没有违约的，你不能说来了我都给你解掉。但是我有个问题，季改月你们没通知过我。没通知过你，我不跟说了吗？没有通知过你，我们都叫违约。就之前我通知过你啊，或者没通知你，现在我肯定都给你解掉。季改月都有。我都给你解，就哪怕你同一月付了，但是比如说10月份我没拿到付过你拿过1个月的，你没有拿过月的，今天我都给你解掉。好那我现在15个工作日还差几天？我现在能解吗？我看合同，好吧？如果是空档期，我就解不了，好吧？因为大家说很简单，这么多业主都解，我租客也搬不掉。对，要自己能压力太大了，知道吧？我总共就153个，现在管家就153个，不多了。之前是好几百个管家，所以大家不要慌。但是遇到问题了，我肯定会帮你慢慢帮你处理，好吧？来，我问你，你今天会签一个纸质的协议吧？所有东西大家记住，你们今天来找过我之后，我们会给你一个纸质协议，我会给你看，但是今天不签了，因为没有用，这么多了，你放心。按照合同我们都违约了，最重要的是清理租客。那个纸质协议只是说我们双方解约了，没有其他任何要求，对吧？在这里边跟大家最重要的是帮租客搬走。很统一的15工作日我帮你搬家，好吧，给你搬得很干净。到时候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如果遇到问题，我们俩随时沟通。如果我还在这家公司工作，我还帮你解决。我说的够坦诚了。那如果我不在了，那我也没办法，好吧？对，来，你没有纸质协议，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东西呢？对不对？纸质协议好像有一个比较，对，我们跟大家说一下，纸质协议不多，大家不要签，没有用。大家可以看一下模板。你是觉得我们俩好欺负吗？还是说我老公说话好听啊？他说话好听，我可不好听哈。我是学法律的，你明白吗？就已经给了大家很长的期限了。我没有空跟你白扯，不是说就不跟你白扯了，你明白吗？搬不搬？周一下午5点之前搬不搬？现在跟我确定一下来，给我写好保证书，要不写不好，我现在立马换锁，钥匙也不会给你。你现在就把东西全弄出去，明白吗？这样我得先联系一下。你联系谁？你联系谁也不好使。不是我要联系搬家呀，我要联系我之后要住哪？可以吗？对啊，那你联系，我就说我给你2天时间，你联系，你随便联系，搬家1下午就能搬完。行啊，行。我现在问你搬不搬，能不能搬？我本来没想换，你现在就给我个结果啊！你要不给我结果，我现在立马换，换了之后你现在东西就往外拿，我就给你2个小时时间啊，就往外拿，完了之后我把锁就换上。这2家我就给他2天时间，你特殊对待啊。好，搬不搬？周一下午5点之前搬不搬？你要搬，你現在就把保證書給我寫好，名字。第一，坦白話佢冇毀壞我屋企啲嘢，所以我就要係咁啦。依家我就要全部清晒啲嘢出去，係你嘅你就攞走，唔係你嘅就咩？開埋你啲門，你明白嗎？我是產權有房產證，我就馬上要收樓，我已經通知你1個禮拜了。我給你這個。你使用權的話，那是你的事情，我產權。你使用權的話，你就去告，你明白嗎？你可以行使你的民主法權，你的權利，你可以去告，你告誰都行。我跟你說，就是這樣子。我學過法律，你明白沒有？你不要跟我說廢話。什麼叫產權？那要這個產權來幹嘛？我把這個拿給他選看了。我現在查把鎖，即刻換鎖。我跟你說了，我尋日已經，我一個月之前已經啦。我係房東，我有權，即使我租緊你個客，我都有權去換鎖，你明唔明啊？咁係我哋自己嘅，點解唔可以查？我陣間先搞得唔得，你而家傾。
冇得傾。我傾佢賴死唔走。已經傾過啦，成冇得傾。提早一個星期同我傾。已經同我傾，冇得傾，有得傾嘅話就唔係咁啊！我已經係收唔到租金，我就仲要俾埋時間佢搬，一個星期通知佢搬。水電房租我已經唔咩，冇咩㗎。你这是在干嘛？派出所。我是反正我要长期都不行的，长期都不行。我们这里是有那个合同纠纷的。你合同纠纷你就去打官司，我跟你说，你合同纠纷你就打官司，跟我收房子两回事。民警都不管的嘛都。他都强拆了，怎么管啊？叫他也叫不动，是不是啊？这个我们也叫他不要拆呀，真是不是啊？我们是有产权，什么叫产权？保证合法产权。反正我们是在录着的，哎，你要搞就。啊，你有任何嘅糾紛，你可以去起訴民事訴訟或者係去起訴，你明唔明啊？你馬上把他公司全部搬走。今天全部都搬出去了，我已經給了很多時間給你們了。右腳啊。是吧？没有啊。你不用什么了，这个我们都要全部打开的，要全部换锁。海路300330，记下。今天肯定要全部把房子收回来的，不可能的。我已经给了很多时间给你了，你跟蛋壳签10年，我给你住10年了，我免费。不是你把房屋已经委托给他，他有权利租。委托是一个问题，你就去问他拿，是不是？你就跟他去讲，为什么没有房子给你住？你明白？叫个那个搬家的。档口维权啊，武汉档口维权，这栋楼里面一直排到2楼。